王老师，下午好呀！哎呀，侬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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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么热的天啊，要五位王老师特地来到我们学校来看一下，这个机会也挺难得的，来参观参观，来指导指导我们办学的一切的这个情况。因为我们这个之前我们稍微就简单聊一下，我知道我所晓得你的生涯故事很多啊，我就想了解了解你的经历。对，今天这个下午的这个机会也挺好。我呢，之前因为我之前是500强公司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世界500强是美国人的这个公司。原来我是做企业高管的，专门管一个团队做这个销售的。那也是我转行过来做这个行业呢，也就是要马上到今年的9月份就4年了。那企业高管的这个有个团队的不是挺好的啊？对，这也是因为一个契机，我应该是就算4年吧，转行做养老做培训了。对，所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。因为养老行业很多哈，你具体是从事哪一方面的这个项目呢？明白。我们这边是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认证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，是一个正规的职业技能培训学校。涉及到的培训呢，会涉及到这几个方面，一个就是我们养老护理，他面对的这些工作就去我们正规的养老院呀、福利院呀、护理院等等。还有就是我们的医院的护工啊，就是去3甲医院啊，去我们的2甲这些医院做护工的。另外一个就是母婴的涵盖的范围就很广了，月嫂啊、育婴师啊、育儿嫂。另外一个板块的话，就是我们家务师啊，我们所有的这个板块都是正规系统下的，一个是养老服务行业协会，一个是上海护理协会，一个是我们上海家庭服务行业协会。所有的这几个机构啊，我们培训好了以后，所有的学员拿到证书之后都可以得到政府补贴的。我刚才听你说啊，你是在那个外企做高管的，是啊，我就认为不是挺好的吗？你怎么一下就切换了，就搞这个工作了呢？现在养老其实这是一个热点的话题，对吧，王老师？实际上每个人觉得就是养老的事业，它的产业链的机会都很多。确实呢，上海是一个极具老龄化有特征的这么一个城市。我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啊，就觉得就是我想在养老的这个行业里面深耕细作。养老的产业的行业里面，它的产业链路非常长，我就瞄准了职业技能培训，会基于这些原因。一方面的话，在养老机构和我们医院都是要有专业资质培训的，要有执照的，就是我们称为专业职能的培训证书的阿姨才可以上岗。你这个起点比较高呀。对，所以我们要采用专业的培训以后才可以上岗，是个正规军。我说你办这个养老这个就是培训机构，这个起点比较高。不是那么容易办的。是的，这是需要有积淀。目前为止，我们涉及到这几个板块：一、养老护理，养老护理里面涉及初级、中级、高级的职称的培训，我们都有。第二个，医疗护工，就是去医院干的啊。第三个的话就是母婴会涉及到月嫂、育儿师、成长陪伴师、心理辅导师，这些都有。第四个就是家政的服务人员，就是做钟点工啊，做住家保姆啊，他要学会烧上海菜，会收纳整理，会简单的打扫，这些都会涉及到。你这个展开来就是范围很广了。是的，所以我们是一个全能型的职业技能培训学校，而且我们培训出来的都是持我们政府认可的这个证书，拿到证书之后都是有政府补贴的。这个你培训出来的那个人员就往那个医院、对、护理院、对，还有养老院、月子中心就输送了。对，那个上海这个需求量很大的，非常大。我们有一个官方的数据啊，上海满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100个里面就有37个，所以这个市场的需求度都很大。现在小年轻不谈恋爱、不结婚、不生孩子，生育率也是逐年往下降。但是老人你阻止不了我们老年人一年一年的岁数在往上涨啊，所以这个需求量就很大。我刚才进来啊，我看他们一个办公室里面20-30个人，这是个什么部啦？这个部门是我们大办公室，是我们的招生部和派单部的老师都在里面。要那么多人吗？当然哦，搿点还不够了，我后面还要加人嘞。就是我们后面对于招生老师、派单老师还在不断的招，包括我们运营的这个人员，包括我们市场、媒体项目都需要的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就是说你目前也是需要
有这样的人才对各种进入你的公司。对进入我们的养老的这个赛道，所以我们也想通过王老师的这个镜头，镜头前的这些伙伴们，如果看到的正在找工作的，对于这个养老行业感兴趣的，都可以来找我们。宣布下去，原定计划还是吃完晚饭以后6点半全体留下来做培训，下午没时间。他让我给他们培训什么剪辑的？是这样的，你给他们培训的话，我觉得先从最基本的账号的建立、话术的建立，先这几个模块简单的先开始。后面的话，剪辑对于我们的老师来说，小白对于这一块他们来说会比较难，所以先从1.0先开始走起，2.0的话等一下慢一点。齐总，那么现在出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呢？目前为止，王老师来到我们这个是其中一个学校，马上的话，我们浦东还会再开一家，嘉定也会有。那么这是我们职业技能培训学校。真正对于我们这个整个集团公司来讲的话，我们还有很多养老社区服务站。那么目前为止已经有6家服务站都已经在线下进行运营和开张了。所以这一部分人呢，就像刚才我说的，除了我们要招运营老师啊、招生老师啊、媒体的这个老师、市场部的老师，我们也需要社区里面的一线的服务人员。所以呢，我既能把这些学员培训好了以后送到养老机构，也可以送到医院。如果说他们不愿意进养老机构和医院的，也可以进社区，因为毕竟在医院里面，你要24小时吃住都在医院的。对吧？你的人身自由啊，什么就是有一些学员比较顾虑，我不愿意吃住都在一个空间里面，相对而言就是比较压抑，对不对？24小时的工作量也比较大，没关系你可以进社区，社区的话就是长白班的，白天上班，晚上我们提供宿舍的。我们讲个很现实的问题，他的收入一般能够达到多少呢？这是我们很多学员要关心的。